我真的觉得咱这个看的顺序太妙了，因为刚刚嗨完嘛，我整个人很激动，然后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平静一下，就真的找到了那个内心的平静。哇，这首歌真的让我想起来，我就是怎么说，年少的时候，对，年少的时期去听那种情歌的感觉。我听这首歌以前就听过，他有一个在另外一个节目里唱的那个。只字不提。对，以前看那个节目的时候，我也很喜欢的那个舞台，但是这个现场感觉真的不一样。又想起来以前什么失恋的日子什么的，没有很压抑，就是觉得自己在回味这种感情，在回味当时的这种回忆。因为他唱的太有这个画面感了，我就想要落泪，就忍不住，因为他这个太美了，而且他每一场都有一点小小的惊喜，每一场又不太一样。真的，其实我是在这里 get 到他唱这个，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一点，金地，这个 A4的部分吧。然后就是他唱的时候呢，他虽然在里头有这个节奏的顿点，但他不会让你的思绪有顿点，他是让你觉得是一种绵延的感觉。对，这个是很难的，因为他要掌握自己的气口嘛。包括他唱这个触手可及的你在哪里的这个升 C4的这个部分哈，其实这些音区呢都是我们平时会听到，但是它不会长时间停留在这个音区。对，这首歌呢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部分。其实有一些时候嘛，有一些朋友他会来私信就说，你们听了这么多周深的歌，会不会有时候会有种审美疲劳？当然不会有这种审美疲劳。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就是因为如果你真的会欣赏一个歌手唱歌，哪首歌处理的都是那么不一样的，对，都是那么不一样的。就是说，大家要知道，音乐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你都会听到差不多的和弦排列。但是好的歌手会让这些和弦排列在你的脑海里面形成完全不一样的记忆的这种反射。对，这种 reflection 是每一首歌都不一样的。刚刚特意说这种在脑子里面不一样的画面感，我在这首歌里听到的就是这种感觉，只字不提的感觉非常强烈。就是那种我们两个算了，别说了，都留在心里吧。对的这种感觉，大家可以去细品啊。而且呢，就是说到演唱会嘛，这是重庆场，重庆场就发生了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因为我们私信收到嘛，他们就说有些人说，这个重庆场他票卖不掉，一声荒谬至极。所以说我看就是有人拿着那个图就是说，你看这都没有坐人，没有坐满，我就觉得很神奇。他可以在头一天还没开场的时候进去拍，我真的是那他可以说完全没有上座率呢。真只是看图说话。我们也制作过很多的演唱会、音乐节，我们通常都会去征求歌手以及乐队他们的这个意见，对吧？他们如果觉得是要服务音乐为主，对，有的时候。其实有的人是会开的这个地方，但是说实话对观众很不友好。有的人他就是良心歌手，他对自己的职业有敬畏。对，我要首先保证什么，其次再保证什么。那么还有包括有人说他假唱，真的头疼。因为最近周深也来了我们郑州嘛，对。然后呢，我之前翻评论，就是我们上个视频的时候翻评论，有一个评论是这样写的，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不愧是跟周深合作过的业内啊，偏颇的很明显，就大概这种类似的评论。如果我们对这个人没有好感，对，我们不认可他，我们是为什么要在？对呀，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视频呢？所以很多人就会质疑，你们做视频就是为了推你们合作过的艺人。不是喽，好吧，那我们转回来说我们这个频道，我们的版权问题经常被卡，然后我们又错过了很多的舞台，比如像音乐原计划的舞台，包括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舞台，但是我们又发现其实别的平台管得稍稍松了一些。大家今年对现在这个平台的一些改变也有目共睹。对，就是咱们破绽的一些改变，大家也是有目共睹。所以我们做出了以下的一个调整，就是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舞台还有这个歌曲的版权在咱们破绽呢是比较容易拿到的话，我们就会还放到破绽来。然后包括我们对一些这个发生的娱圈的一些事情的一些解读，一些业内知识的科普，也都依然会放到
破绽来。那么今后呢，我们就会就是有空，我们就会把自己喜欢的一些舞台，还有一些歌曲呢，也都做一个蕊。那么这些单独的蕊呢，就会分发到各个地方去。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刷到的话，就可以停留看一下。如果大家没兴趣，就是想在咱们这儿的话，也没问题，我们还会持续的更新。只不过呢，就是像大家刚刚说的，可能会牵扯到一些小小的这个版权问题啊。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说的了，谢谢大家的理解，谢谢你们。今天视频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喜欢，关注特一和老陈，一圈高楼精彩呀！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